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一套大力金刚盒子的外包装也是非常复古的一种画风，玩具的实物，这个应该是拍出来的照片吧，但是专门 P 出来了那种很古早80年代玩具的那种敦厚感啊，姿势摆的也是很复古的。这款为什么这么晚才做呢？主要是等这个电池，因为里边有电机的小坦克的滚动效果，所以这一回还用的是这种特别别扭的型号 27A 12伏的这种特别小的碱性电池，而且相当的耗电啊，所以我这回直接买了一条回来。开盒是人形的包装，可以说这款大力金刚整体的人形做的是非常的漂亮了，很G One很G One。这个应该是目前 NA 出的单体版的角色里边最大的一个了，拿起来也是很有分量，沉甸甸的。脚底下它这里做的几个防滑的胶垫，这3个凸点可以看抠起来，这个是硅胶的，所以站立在这里的时候相当的稳定，而且脚板的接地面积也很大。头雕来看一下，面罩这里可以打开，还是非常漂亮的，做过美化的修饰效果。其实动画片里边大力金刚不好看啊，很憨厚傻乎乎的，但这张脸做的帅气了很多，后边的小辫子也有刻画出来，头泡，包括我很喜欢这些面板线条的刻画，因为很巨大嘛。胸口这里透明件压入进去，里边也有一些纹理的刻画，腹部这些大爪子，每一个指头都有2段的可动关节，而且火箭下方的喷射引擎这里刻画的也是比较细致的。头部这里360度可以旋转，没有什么压力。肩膀位置这2块可以打开一个面板，里边有非常多的导弹刻画，每一个导弹头也是有红旗点缀出来，涂漆相当精美啊，没有一点点溢漆的地方。肩膀平举，齿轮关节可以举得很平，360度其实可以旋转，但是会被后边的这个翅膀稍微的挡到一些。肩胛也可以上撩开，增加更多的活动范围。齿轮音听得相当舒服，而且是非常密集的小齿，所以没有任何的虚位。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这样折可以折到90度，但是它在里边又做了一段外托的合金关节，这里算是一个杠杆联动的这么一个机构吧，所以光这一节就可以折到90度了，这样拉起来可以进行一个曲臂的效果，但是这一块会稍微的露着一点点窟窿。腰部这里边是大齿，还是很紧的，360度的旋转，有嘎吱嘎吱的声音，甚至还独立做了弯腰关节，而且不会断腰脱肉的现象。这个地方也有齿轮啊，应该是个磨点齿轮的声音。大腿根部齿轮关节，同时它在这里做了一个下托的合金转轴，所以腿部能解锁开更多的转动幅度，而且能稍微的调整一点点身高，后踢也完全不会影响到。侧踢也是齿轮关节啊，没有任何的虚位，这种感觉是非常舒适的。看这1齿和1齿之间几乎看不到虚位，就是当你在摆 A 字接地的时候，只需要掰1齿 A 字，很舒服的就下来。即使你掰2齿，这个胯部展开的也不会特别奇怪。所以这也是我在 MP 天火那一期觉得非常不爽的一个地方。MP 天火吧，它掰1齿是这么大的幅度，相当于 NA 大力金刚掰了3齿，而且虚位特别严重。但是看 NA 的这个齿轮，几乎不会出现虚位，这个舒适感非常的棒啊！而且虽然掰起来的手感不是很僵硬，但是这么重的一条腿支撑的力度还是不错的。膝盖可能是这回大家觉得最诟病的地方，因为你在转动的时候会觉得这一块空了，脱肉了。其实不要从这一节转，它这里设计了2段齿轮关节，从上边的这一块转下来，这样就会好一些，起到一个挡肉的效果。当然后边的这一节是辅助转动的，2节齿轮关节可以折到个160多度吧。
脚踝左右也接地，整脚面的左右接地幅度会非常的大，而且前脚尖这里还有一段关节，可以起到一个不走踮脚的作用。大腿根部左右也有一定的旋转范围，不过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到，因为很大的玩具嘛，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所以用了镜像的零件，也就是一个零件两面用。造型方面都做的是相当的还原了，而且在还原的基础之上还做了美型的修正。原先动画里边的大力金刚其实方方短短的，就是画风来说啊，尤其在大力金刚登场的那一段时期的变形金刚画风会很粗糙，但对比起来的话，玩具实物的美型度会有所提升，而且在每一个细节的面板上面做了很多的雕琢，非常的漂亮。再对比一下背面身上的一些小的细节点缀，包括背包的处理效果，后边跑道折叠成背包小翅膀部分的这个宽度以及它的长度都是非常漂亮的。可能唯一有一点吧，下边的这个类似于新手标志的涂装稍微的有一点点大了，太棒了，好看，这个人形真的非常不错。这回变完了以后，因为基地形态会非常的巨大嘛，所以也是占了一些空间，变形的过程也是非常好玩的。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把后边的这个小辫子折下去，但是别折到底啊，它其实差不多就行，能收纳进去就可以，因为抠的时候不好抠了。打开背包的部分，这里边有一个卡扣，连接的两个扣点，先把跑道卸下来。跑道部分的处理使用了 M 字折叠，左右打开，这个样子，就折成了一个半圆形。把卡扣定一定，然后转一圈看一下，在边缘这里有一个很小的锁点，记得把这一块转下去放平。继续来拆，头部摆正以后，肩带先往前滑，注意看下方这里有一个扣子，你在滑动的时候把这扣子解开，上抬90度，揉着点劲儿啊，划开，往上翻，脖子后面的这一块面板打开，根部这里有一个小钩子，整体的把肩膀划出来。用到的是这两个工字滑槽，而且从这面看，这里也是共用的零件，所以一边有螺丝孔。来把火箭变形一下，肩膀的位置旋转180度，只转肩膀就可以了。然后左右打开，肩膀肩胛稍微立开一点，把这个齿轮关节掰平。Z 字折叠，把这一块面贴进去，然后整体的肩胛180度翻转到这一面来，往下扣，里边的卡点卡住，也就是把黄色的这个面包在了里边，里边的灰色的面变成了火箭的主体部分。哇，这个就是很这个设计团队的一种做法，里外面的切换，而且把一个方方的，从这里看起来方方的一个肩胛变成了圆滚滚的造型，是不是 DX9 补天式的味道？所以呀，这个设计团队的东西会很有风格化，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打开这一块的面板，这就是说到我们刚才看到胳膊这个带合金的转轴的部分啊，这里打开扣子 ，Z 字折叠放进去，但是你会发现这里够不着，而此时呢，也是通过了这个合金转轴的地方，你可以往里再缩一下，这里的卡扣就能够到了，插上，也挺巧的。这个关节设计的很有趣。打开，这边是有锁点的，这个挂钩锁在这里。我们把它打开，可以看到这一块合金的这个关节已经在 Z 字折叠了，但是 Z 字折叠叠满了以后，这里够不到，所以再缩一下，还能把它插进去。手指头打开，这个时候下边的这一块你可以把跑道翻出来，一会儿摆在那里的效果嘛。但是我发现上边这里还有一块跑道，
所以这块应该也是一个共用零件啊。这个跑道我们就不用折了，把它叠回去。腰部左右有2个黄色的面板，打开上下2个锁点的位置，把后边这里翻开，此时滑道就可以把这个坦克的部分拔出来了。注意拔出的时候，这里有3个锁点。拆下来的主体坦克部分我们继续变形，根部的这2个小轮子先往出翻折，露出来这2个窟窿，接着上面的肩板折叠，叠好，让这2个卡扣都扣上，密合在一起。这一块双关节，把这个米色的零件上提，放在这边，然后腹部的红色面板打开，左右这里有2个插点，下边的这一块履带部分90度卡住。此时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在坦克形态和人形的时候做了2个假头，真假的替换。因为大力金刚你直接用这个脑袋来做坦克的炮台的话，动画里边的这个质量转换技术啊，就像橡皮泥捏一样捏出来一个脑袋，确实太诡异了。所以这一回的 NA 非常聪明的选择，直接做了一个假脑袋来替换。把它折起来以后，炮台旋转180度，让开这一块的空间，然后这里再旋转180度红色的面板，让这个转动的方向腾开。脑袋换一个位儿，把这个人的脑袋卡回去，这里的卡扣结合，压紧它。这一块跟刚才翻过来的米色零件这里卡扣插合，连接的2块板子90度折叠放回去。这个就更像是一个坦克的炮台了。而这一块呢，也是大力金刚戴面罩的那个脑袋的样式啊，只不过现在就更机械化了一点，而并不像一个人头了。非常好啊，这种真假零件的替换就很巧妙的把动画片里边的 bug 给实现了出来。履带部分的变形，注意在根部这里它有一个带着弹簧的滑道，我们掰履带的时候能感觉到回弹力，这个非常棒。这种滑道带着弹簧，你在拔下方的这个卡扣的时候就不会对玩具造成损害，不是用韧性变出来的，这里是用弹簧把它拉出来，卡扣延展开。下方这里还有一个锁点，记得把履带锁平掉，就是把你在玩玩具时候考虑到的一些变形手法上面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了。这个把玩的体验很好，能想的都给你想到了。2条履带伸出来，这2个炮再伸出来，这里进行一个45度开轴的旋转，把上面2个小炮口揪出来，然后再从黄色的根部旋转90度。这块不要转到底啊，我们先腾开，因为这块还有一个面板，这里要90度折叠回去。先折叠也无所谓，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它这里带着一个弹簧的轴，这卡槽先定好位置，然后这一块90度折叠到位，都锁好了，把这些卡扣一固定，提起来，非常舒适的这种变形手感，是一款玩具把玩时候的第一决定要素。毕竟这个玩具是需要变形的呀，但是能把这些都想象到位的话，足见这个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些细心和用心的地方。好，最后打开这块，把里边的主炮翻出来。这根炮管也是比大力金刚人形脑袋的那个小辫子要长一些的，造型更夸张一些。好嘞，现在这款小坦克就变形完成了，也是这套大力金刚的一个灵魂所在。安装电池的时候记得打开这个螺丝，因为尺寸的关系吧，所以用那种非常变态的27A 的小型碱性电池。你放进去以后，这个东西相当的耗电，而且这里有2个主轮，它是带这个橡胶包胶的，靠这个摩擦力前进，千万不要在地上就这么推车。
里边是一个差速的电机齿轮的一个转换装置，而且齿的密度是很大的。如果说你在没装电池，不是电动启动的情况下，手动的去推轮子，很容易把里边的齿牙就崩坏了，你的大力金刚就废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我听很多人已经悲剧了。而且你在如果玩跑道的时候啊，记得把这两个导向的小棍子拔出来，因为起到转弯的作用是中间的这个凹槽，让这两个小棍子在这里边滑动，轮子起的是一个牵引效果。身体的部分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掏空了，把这两片往内折，上下锁定，这个腰就不会乱动了。然后这两块拉下来，也不用缩回去啊，身体的部分就变到这个程度吧。腿部左右拉开，摊平，打开大胯，两块黄色的腿板抠开，这里边有很长的插扣，拆下来黄色的面板往里缩一下，夹住。这也是动画片里边的一个质量转换 bug。左右打开，记得只能打开外侧，顺着外侧打开，这里是一个卡扣，而内侧这里的主要锁定呢，其实是个球关，然后主体记得掰开这个地方两个连接的卡槽，小腿拿出来，一折，两折，打开，然后把左右连接的卡扣放平，90度折下去，接着180度旋转，然后一个关键点，这里的双关节往平压，不然你的小坦克在上面跑的会卡住的。好，一面变完，把这个大卡扣插进去，记得把所有的左右连接的那些暗处的锁扣全部折平，要不然这个跑道放不平整，你的小坦克跑得不溜。两块黄色的小板直接挂在这里。好，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环节，两个小卡槽卡进去，按这个按钮，呜呼，动起来了！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坦克跑来跑去的，滋滋的声音，电机在转动的声音，差速的齿轮在摩擦的声音，这样一想起来小时候那种电动玩具单纯的快乐，有时候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太有趣了。而且现在的占地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别看它是一个小比例的大力金刚啊，但是变完了基地以后，因为跑道的延展，所以占地很广。而且也有朋友说，这个电机其实挺费电的，一节小电池放进去啊，跑不了几圈它就没电了。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功率关系吧，电池本身的容量就小，然后又进行了差速以后，所以电机的功耗会很大。小坦克跑得还很慢，它也不能跑快了呀，跑快了不是飞出去了吗？但是真的好玩，除了费电呀，它没缺点了。哎，其实想一想，可能也是因为尺寸的关系吧，这个坦克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它只能选择这种型号的电池。如果说换一下的话，尤其像叉社之前出的一些五面怪了、审判官了这些，也是那种非常变态型号的电池，但是你可以选择那种充电的，你放进去以后都不用拔出来，然后用我们的手机充电区就可以直接给它充电，这点也是很好的。所以 NA 这套大力金刚目前来说的主要缺点就是费钱。可以说呀 ，NA 的这一套大力金刚，不管是人形还是基地形态，都做的已经相当的不错了。自然它之前已经做过一次嘛，所以现在再重新的做成小比例也是手到擒来，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进化的话，让这一套会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还原。仔细看这个地方，类似于塔楼处还是透明件压铸出来的窗户，每一个细节点缀都相当的漂亮。我想就算是盘点年终总结的话，这一款应该也会榜上有名，非常棒，挑不出太多的毛病，虽然小细节有一点点瑕疵，但已经近乎完美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现在的售价让许多的玩家接受不了，而且其实刚才检查了一下也能看到身上有很多的共用零件，
所以这一款虽然看起来巨大，我觉得它在制作的时候也是想着极尽可能去压缩成本的。另外就是贵，我觉得也是主要贵在这个小坦克的地方了。这一块的电机以及里边的差速齿轮，自然是会比这些塑料的板件以及组装的零件成本要增加一些，但毕竟这也是为了它的晚点和噱头嘛。另外就是在做工的工艺上边，这一款真的是也是保证了像 NA 加一贯的这个优秀的素质，并且关键的地方都使用了合金件，这一块是非常稳固的。再加上非常贴心的这些设计，以及让我感觉非常棒的齿轮关节设计，这些密集的小齿以及稳定没有任何虚位的这种把玩手感体验是非常棒的。卡扣的松紧度，包括整根火箭变形的创意，里外面的翻转，这都是它的优势之处。人形360度旋转，并没有任何露怯的地方。腿部的那个膝盖所谓的断肉位置，如果你掰对了齿轮，我觉得也是无所谓的。而且很贴心的设计了左右伸缩的弹簧滑道，来防止你暴力把玩造成卡扣的损坏。这都是对玩具的手感上边以及设计多年把玩经验、玩家的把玩意见反馈的一种态度优势。我觉得 NA 这些都做得很好，就是目前来说 NA 的定价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这一款 NA 的大力金刚就是这样，非常棒，强烈推荐的一款作品。当然前提是你能接受它的售价。那么得嘞，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